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在网络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中外混血分享他们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但他们大多数都在像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那么，作为一名混血，在中国农村长大的经历又会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 Richard 来分享一下。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吴思如，我的英文名是 Richard， 我来自桂林市阳朔县旁边的一个小村庄，那个村庄的名字叫思柳，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村庄。你的父亲是哪里人？我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母亲是思柳的，对吧？对。那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呢？我是在广州那边出生的，然后住了3年左右，然后又回新西兰那边住了2年，然后就搬回这边。那差不多5岁的时候搬到这里。是的。那你对新西兰还有广州的生活有记忆吗？对新西兰的印象真的是太浅了，因为那个时候真的还是很小很小，差不多就这么高的时候。那在广州这一段生活也就没有什么记忆了，对吧？记忆的话还是有那么2-3件琐碎的小事儿。那个时候我妈她跟我说，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个社牛啊。怎么说？就是我们不是要出去旅游嘛，然后坐那个长途大巴，晚上给我无聊的，我就直接去找那个像乘务员一样的一个姐姐，然后我就去找她聊天，找她聊了3个多小时。但是你那么小就已经会说话了吗？是因为我妈妈她对于早教这一方面她做的比较好。我还在她肚子里边的时候就天天在那念唐诗300首。听懂了没有？我不知道啊。那你后面语文会不会更好一点？是，确实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的语文在班上算是中上水平的。所以你妈妈的这个阅读唐诗的这个行为还是没有白费的。是的。那后面上学是在广州上了幼儿园对吧？是，但是上的时间就比较短了。在那边是需要说普通话呢还是广州话？说普通话的频率比较高一些，但是粤语嘛，因为人在那边嘛，那总是要学一点的。现在会说吗？呀羞羞。只有一点点啊。对。那会儿会说英文吗？听不懂，像听天书一样。那个时候就是看着我爸爸他在那边跟他的朋友说话交谈，我就像这样。你是到什么时候才开始会讲英文？应该是13岁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想的是什么呢？你看我爸爸是个外国人呀，那如果我想跟他交流怎么办？虽然他也会说普通话，但是为什么我不能用英文跟他交流呢？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有意识的去跟我爸爸去练英文的口语这些，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会说了。但是13岁算是比较晚的，作为一个混血，然后你家里面其实是有这个中英文的环境，为什么当时你的父母没有让你同时学习中文跟英文呢？哎呦，我爸爸他觉得中文难学，他说他从18岁就来了中国，但是到现在他对很多中文的一些词汇啊他都还是不理解，所以他说你先学中文吧。他18岁就来了呀？对。他为什么那么年轻就来中国呀？
他跟我说的是，他喜欢一个电影明星，叫李小龙。哦，武术。对，他特别喜欢功夫。他会武功吗？他会打双截棍，然后跆拳道也会。他现在中文水平怎么样？没我好。肯定没你好，你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孩子了，算是啊。你自己觉得中文相比英文更难吗？我倒是觉得中文现在对于我来说啊，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你想，就是从小到大你都是在这种纯中文的环境下成长的，所以你自然而然会觉得，哎呀，这中文不难呢。你再回到阳朔之后，大概是5岁的时候嘛，那会儿你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吗？那个时候我是对这个概念是比较模糊的，我就觉得我跟大家没什么不同啊，我无非就是长得白了点儿，然后头发像染过的。对。那在村里面呢，村民们不会跟你说，哎，你跟别的小孩不一样，你是混血，你是外国人。他们倒是没有就是这么直白的说，但是因为你知道阳朔这边他们叫外国人一般都叫 hello， 是吗？对，或者叫老外。对，基本上就是在村子上嘛，就是我出去，他们就是 hello， 摩西摩西啊，还有这个？对，这不是日本人吗？对，但是他们不知道啊，所以他们就是会用各种奇怪的称呼，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嘛，引起完我的注意，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完了就我尬在那儿，然后他们也尬在那儿，然后就大眼瞪小眼的，然后完了我就走了。就这样了？对，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大人吗？大人。那小孩呢？小孩就嘿嘿嘿 hello， 有点害羞的感觉，对吧？对。然后还有一件就是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们有时候会问我，就是这个东西的英文怎么说，那个东西的英文怎么说。那他们都问你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指着一个面包，哎，这个的英文是什么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 bread， 然后他们就什么？然后我就再重复一遍 bread， 然后 bread， 我说是 bread。你是会说阳朔话的对吧？我会家阳说话。有多好？在日常的沟通交流以及那种听都是没问题的，就是基本上像一个阳朔人对吧？是。你是怎么学会的呀？这个说起来还有段历史呢，像广东话和阳朔话，他们这个就差别就会比较大嘛。我一回来，我那个时候是比较不适应的，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普通话跟粤语就夹着一起说的。后边我妈就觉得，哎，不行，算了，让他学阳朔话，因为日常生活中他们沟通也是用阳朔话嘛。然后我就听，然后我就会说了。学好那个阳朔话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不知道普通话怎么说了。真的？是吗？是啊。那后面又怎么会了呢？因为上学了，然后学校它是要求就是规范使用普通话嘛，然后我们就又把普通话给拾起来了。因为你家丝柳离阳朔镇还是有点距离的，对吧？是的。那当你走在阳朔街头，跟陌生人用阳朔话交流时，他们通常是有什么样的反应？阳朔有那种租电动车的，然后他们就以为我是外地人。因为长相嘛，他们又认为我是外国人。然后他们就走上来，说着英语，e-bike， 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我本地的，怎么长得不像呀？他们就会开始问阿迪你哪开的，就是小弟弟你是哪儿的嘛？然后我就说我阳朔镇，然后他们就真正啊。你觉得阳朔镇上面跟你那个农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阳朔跟丝柳村的那个区别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很显著的就是交通不方便，然后就是你如果是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小卖部如果没有，那没办法，你只能看就是你家附近的哪个人他去阳朔了，你只能去拜托他去帮你购买。而且我们那边他还没有那个快递点，就我们只能发去旁边那个镇上，然后再开车过去拿。有多远？挺远的。那你这买个东西好不方便哦。是特别不方便，但是
阳朔它虽然就各种方便，但是它少了一份就是那种乡村特有的那种静谧的感觉。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你在中国上学的经历啊。你刚刚进入小学的时候，同学们跟老师们有没有因为你的长相对你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哎呦，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天哪！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他以为我只说英文呢，纯正的老外是吧？对，然后他一直在那儿用英文跟我叭叭了半天，我一句没听懂。然后你用杨树话跟他讲的吗？对，我就用杨树话，我说老师，我会讲杨树话的。然后我没听懂你刚刚说什么，你能重复一遍吗？你那会儿还不会说英文，你是到13岁，那都初中了啊。是那个时候是就是因为口语练的比较多了，然后就慢慢的就会说了，也敢说了。那我喜欢吗？你喜欢英文吗？喜欢呀，为什么不喜欢呢？但在小学的时候，你不是说那会儿还不会说吗？你不能因为就是你不会说，而不去学这个东西了。就像我本来，我也不会说俄语，包括我现在也不是很会，也只会那么1-2句。那我就不去学它了吗？那不可能的呀。我对这个有兴趣，那我肯定会去学呀。你为什么对俄语感兴趣？Hard to explain 怎么说？因为听了俄语歌，然后也比较喜欢看那种俄罗斯的小说啊。小说你是说翻译成中文的小说？对。你小时候听力是怎么学的？以前英文听力吗？对，它会有一个那个录音机，然后它会有那种磁带。就你也用过磁带？对啊，那你比我小很多呀。Unit 1那个对，就是用那个。完了，他就一个个单词读，然后后边还加翻译，读然后加翻译。对，我们那会儿叫复读机啊，就是你放进去，然后你可以复读那个单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小学有没有开始学写汉字？写汉字很早就开始了，从学前班就开始认生字，然后就教你啊、喔、一、乌、鱼这样的对拼音，后边到1年级就基本上是老师教你怎么查字典。不懂的你就要自己去查了。我们以前学汉字还会就是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会布置作业，让你回去抄这篇课文里的生词，一个字抄1页或者是1行。1行，我们那个时候是抄1行。你在小学的时候，你哪一门科目是成绩最好的？英语。都是全班第1吗？有时候是全班第1，但是就多半时候都还是在前5的。那你们老师会对学习好的学生进行奖励，然后对学习差的学生进行惩罚吗？有时会有，但是老师最主要的还是以夸奖为主，就是那些进步特别大的学生，还有那些考得特别好的学生，他就会表扬。然后那些退步的学生，他就会就是勉励。那你们学校的老师还挺温和的。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语文是这样子的，考试考的及格的，然后成绩比较好的会奖励笔跟纸，然后考得不好的就会罚笔跟纸。我的语文跟数学成绩都不错嘛，在小学，所以我那会儿都不用买笔跟纸。然后考试考得差的，有时候数学老师会打人的就拿那个长条竹子打手心。还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会儿是全班人考的都不是特别好，然后老师他就惩罚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跪在地上，然后他就拿那个板子打。哇，那一板打下来，我眼泪就冒出来的。你们那会儿没有吗？没有，到那个时候的话，这种就是属于体罚了，所以学校就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你们上课的时候，同学们会不会不听讲，然后做一些小动作？那肯定有的呀。比如说呢？你传个纸条过来，我传个纸条过去啊，说悄悄话呀，吃零食啊。吃过那个泡面吗？没有，那个不敢，那个味儿太大了，主要是。但我们不放料，我吃过。我吃过。就那种干脆面吗？对，很好吃。然后上课的时候特别搞笑，就是老师一转到那个黑板上去写字的时候，然后放到那个嘴巴里，然后老师转过去我就在咬，
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是把头悄悄的埋下去，然后吃了以后就这样，然后慢慢的在那儿嚼。薯片就更绝了，那种乐事薯片它是有弧度的，含在舌头上，然后就这样含化了是吗？对，有时候老师就是一直盯着我们这边嘛，我们就一直就是不敢动。那个时候就最怕老师就是点你名起来，对，叫你起来回答问题。哎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被老师叫起来回答过问题，然后那咋办？假装咳嗽，就这样，然后就把它咽下去了，然后就回答问题嘛。那你上学的时候会困吗？肯定会，特别是数学课。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奶奶给我出了一招，清凉油直接往这一抹。哦，那班里面其他的同学他们困了会怎么办？困了，有些就是直接就是趴下在那睡了，这么胆大妄为啊！然后就被老师叫起来了呀。但我那会儿也会经常困，因为中午回去吃饭再过来就没剩多少时间了，是，然后没有午睡的时间，所以我当时就会太困的时候，我就把那个书立起来，然后就假装在那看书。那你们在课间的时候一般都干嘛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走廊打闹，都懒得跑下1楼，因为我们教室当时是在4楼，你跑下1楼，你再跑上4楼，然后下课又跑下1楼，这太累了。几分钟？课间休息几分钟？10分钟。哦，是跟我们一样，哎，感觉好少，上个厕所就没了。是，但每次都感觉下课时间总是不够，但每次又感觉上课时间那么的漫长。你上了兴趣班吗？那个时候是我父母都问过我，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兴趣，想不想报班？然后我是很明确的表示，就是我没有任何兴趣，不想报任何班，然后他们就没有帮我报什么班。你好幸运哦。但是以前5年级开始，因为一些个人的缘故，然后我成绩有所下滑嘛，我妈就特别担心，然后就给我报了那个课后补习。有用吗？有用，确实有用。那到初中了是有新增哪一些科目呢？除了我们小学的语数英，除了这3科以外，就是地理、生物。初3是要学化学，我们那个时候是初3学物理。对，化学、物理。政治有吗？政治有，我们那会儿也有政治课，但我不是特别理解什么是政治。是，甚至到现在我也还一知半解的。历史的话，就是老师在台上面滔滔不绝的讲，对，然后我们在下边困困的听不懂。对，而且我们那会儿的历史老师啊，就是讲起来像唐僧一样念经一样的，对，有一种那种催眠曲的感觉，对，根本顶不住。一到历史课我就直接睡了。哎，你小学是住家里，那中学也是住家里？中学就住校了。哦，是几个人住一个宿舍？我们那个时候是10个人一个寝。10个人啊？10个人，那么多吗？5个床位嘛。哦，上下铺。对，你们怎么打扫卫生？今天这铺床，明天那铺床，轮流。对，那都是男孩子，然后大家肯定那会儿都有点皮啊，会晚上特别热闹吗？很热闹，就整栋楼在开学的大概第1到3周都是很吵的。那你们都在宿舍里干啥呢？就是说话。你总感觉就是在晚上你就有说不完的话，聊完这个聊那个。那你那会儿也不算很大嘛，住校会有不习惯吗？是，一开始我是有身体上的不适，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其实不是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注重锻炼嘛，然后加上我有先天性心脏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是非常习惯宿舍生活。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有些同学就拿我名字啊做了一些不是很好的外号，然后那个时候确实心里边还有点小伤心呢。那他们都会叫你什么呢？就外国佬啊，外国佬这种，我就感觉他们很排外，对，特别排斥我。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但是还是有那么1-2个好哥们儿，铁哥们儿，就是会帮我说话。会感觉融不进去吗？初1的时候确实是融不进去，但初2了，大家都懂事了嘛，然后也慢慢的也就习惯了。那他们叫你这些外号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们只要不是叫的太过分的话，我的反应都不会很大，因为我感觉我还算比较随和吧。有叫的过分的时候吗？有。那你怎么办？差点打起来了。哦，有跟他们打过架吗？没有。不过那会儿学生之间打架还是挺正常的，特别是男孩。正常，但是学校处分很严重。就是他会记过这个东西，它会影响你整个初中生涯。那在初中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课余的时间可以去做一点别的事情？课余的时间，你是指那些放假的时候是吗？周末呀。那个时候，哎呦，真的就是像解放了一样，就是全校学生，一同涌出校门，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然后在家里边就玩疯，然后周一回到学校就恋恋不舍的，还，每一周都是如此。到初二、初三，会不会觉得因为住校而更自由呢？因为可能没有父母的管束了。一开始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初二的时候军事化管理了。怎么军事化？就是学校专门请了一队教官过来，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以为那教官就是来训新生的，我们还在旁边偷着乐，结果没想到他是常驻的，甚至现在还有。怎么训练呢？他不是训练，就是说以军事化管理来要求学生就是把自己的内务啊来整理好，以及叠被子吗？对，还有牙具的摆放。然后呢，还有就是学生的一些作风问题，然后这些基本上就是学校压不住教官来。我只在中专的时候有接受过军训，然后大概14天。还有你说的内务，就叠被子，那会儿是要评分的，就每一个宿舍里面你的被子叠的好不好是要计分的，还有你的鞋子是不是摆成一排一条。是我们初二就开始这样了。被子要叠成豆腐块。没有，我们没有要求的这么严格但是就是你被子一定要叠好，朝向要统一，还有你各种的那种晾晒的衣物，深浅长短你都要分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干学生会，我就是干那个副主席，我就是管那个宿舍内务检查的。每天我们那评分表是要给教官去看的，低于多少多少分，晚上下去称着。称啥？俯卧撑啊，俯卧撑。那先训你个半个小时，然后再去睡觉。哇哦，那你们那会儿衣服是谁洗的？有洗衣机吗？没有，手洗。自己洗不会觉得不适应吗？这有什么呢？就是这种模式，它能让你很快的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不用过度的依赖父母。初中升高中你考得怎么样？我那个时候成绩是中等，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是有一个学区生的一个身份，完了我就考到了就是在阳朔2个高中比较好的那个高中，就是阳朔中学。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坐牢生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认为就是高中的课程过于多。高中的学习压力有多大？很大。你从中考之后你就开始备战高考了。你在那段时间高考是你唯一的人生目标。3年。对，那3年都是为了高考那一天。高1高2是学知识，高3不仅要学知识，还要把高1高2的知识复盘再学一遍，然后备战高考。到那个时候你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对，因为高考它对于每一个在中国的学生，它都意味着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岔路口。因为高考的成绩是跟你是跟你上的大学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大学决定你以后的工作。所以换句话来说，你高考的成绩怎么样就决定了你以后的工作是怎么样的。高中生他们的学习的日程表一般是怎么安排的？很紧，早上6点钟你是已经就是起床了。然后6点到6点20做早操。做完早操然后给你个15分钟吃早饭。吃完早饭开始早读。早读到7点半。然后呢？然后就开始上课，
一直上到中午，中午有1个小时的午休时间，还是2个小时，忘了。然后下午就是上课，然后一天是有7节课。然后晚上还有晚上还有晚休，还有3节晚休。有时候是有老师来上课，然后有时候就是自己在那儿自习。哇，在高中期间，学生们是会被允许谈恋爱的吗？这个在中国是不允许的。会影响学习是吗？对，会影响学习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怕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啊。然后你知道的，孩子都太小，完了，对这方面的安全。对的。其实我们前2年还做了一期关于性教育这个话题啊。你们在高中的时候有这个方面的课程吗？其实初中的生物课上面就已经教过一点了，但是高中也会就是更加深入的，就是去说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那同学有没有偷偷谈恋爱的？有啊，肯定有。被发现了就直接通报批评。哎呀，那对，好丢脸哦。他们谈恋爱可能就是图酷，更多的就像是玩得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是除了牵手啊和亲吻啊这些，基本上你的童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啊。是。你觉得你的童年跟大城市的孩子的童年有没有什么区别？哎呦，那这个东西可以说的就很多喽。我妈她以前就是经常跟我说什么，她小时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她干什么呢？干农活。她说什么？哎呀，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帮家里面烧饭、砍柴、洗衣、做饭。对，包括了呀。然后我就想，哇，牛逼！但我不做。你不会做饭吗？我会，但是那个时候懒嘛。那我妈说，那你不做饭，那你农活得帮干啊。然后那个时候她就教我怎么锄地。你还会锄地啊？会哟。哎呀，好厉害哦！就是去那个地里边拿那个锄头就挖地嘛，就松那个土。之后你泼水，完了你就种东西。种菜是吗？对。然后水稻的话就更有趣了，稻田嘛，它那有水，然后那泥巴又是软的。你踩进去，像我第一次一样，我就直接翻了，我就变成泥人了。我只下过一次田，而且是帮我姑姑家插秧，但是我很害怕的，因为我听我妈说田里面有吸血虫、水蛭。对，我们这边叫蚂蟥。然后我特别怕它粘到我脚上。那个东西是真的很恐怖的，我跟你说。对啊，你被粘过吗？我被粘过。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就是小我2岁的一个小孩嘛。他那个时候就是去游，他在那个浅水区那边嘛，然后他就在另外一边的岸边坐了一会儿。然后他抬起脚来，脚上3个蚂蟥已经在吸了。很恐怖。然后那个画面，他看着他直接哭了，然后跑着回去找他妈妈了。那个蚂蟥还在他脚上是吗？在脚上跟着一起回去了。好吓人哦。这很吓人，真的。而且村里面还有蚊子。妈呀！你们那也有是吧？有，而且特别多。之前就是还没有把那个环境治理的像现在这么好的时候，路全部都是那种泥巴路。然后你知道下雨，它泥巴路上面它会有那种水洼。对，蚊子就喜欢那种水坑啊，那种它就在里边产卵嘛，产卵完了它就繁殖，然后像个大军一样，大军压境。哎呦，一到晚上你不铺那蚊帐，我跟你说你完全睡不着，就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你套了蚊帐，它无孔不入。所以每天晚上有一件娱乐的事儿是什么呢？开灯找蚊子，就在那个蚊帐里边，哎，那儿有一个拍，哎，那儿有一个拍。对，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子的，而且它里面可能就只有2-3只。等你早上醒来，发现那蚊子都长这么大一个，然后你一拍手上全是血。对，天哪！你们那是怎么驱蚊的呢？之前的话就是点蚊香，点蚊拍。最有效的还得是电蚊拍。对，那个时候毫不夸张的说，晚上你只要拿个电蚊拍，你走出去随便一掀，我靠，叭跟打爆了似的。然后电蚊拍你在蚊帐里边用了之后，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不，总有那么1-2只落单呢。等到你特别困了，眼皮子睁不开的时候，对。然后你开灯想找，它又躲起来了。是啊，我有时候实在是被那蚊子烦了，我就起来让它咬，然后一咬我就啪
打死他。哎，你们以前的厕所是在屋里的还是在屋外的？我们那个时候是住老屋的时候，厕所是在我爷爷的那个花园里边的，还是旱厕啊？什么旱厕？什么叫旱厕？就是一个大粪池子，哦，上面铺了木板。你怕吗？怕呀，妈呀！你想想晚上，然后我爷爷那个老屋后边靠的又是山，山上有坟是吧？有，真的有，就山脚下就有。你晚上你又憋得慌，又不能不去，那你去吧，你又觉得怕，你看哪儿总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你似的。然后好不容易上完了嘛，回去，就一路上都这样抖的，有一点小动静都能怕半天呢。你刚说那个上面有2个板的那个厕所啊，我们小时候也是那样的。我每次去上我都特别害怕，然后我脚是发抖的，我好怕我摔下去。对，特别是那种木板，它不稳。对，它就是那种你踩上去就像那种平衡木一样。对对，很恐怖。有些人家的木板是圆的。对对，那种是最恐怖的，而且你是可以看得到那个大便的。对，很恶心的。你们村有没有人掉进过厕所里边？这个我倒没有听说过。我们那有。真的吗？对对，我有一个同学4年级的时候，一个女生掉进过厕所，然后听她讲的，所以我听她讲完之后，我特别害怕我掉进厕所。然后还有刚刚你说那个蚊子，在夏天的时候，厕所里应该也是会吸引很多蚊子的。不止蚊子，还有苍蝇。啊，对对对对对。我的那个战略就是先把那个电蚊拍充满电，然后啪啪啪把那些蚊子都给杀了之后，然后再去上厕所。但是还是会有蚊子进来，我就觉得蚊子都在咬我的屁股，对对对，很难受的。你感觉屁股痒痒的，你又不敢去拍，你怕一拍手上就沾了脏东西了。对，然后冬天又冷嘛，蹲在那里好冷啊，赶紧想上完的感觉。是，你会感觉哎，我怎么感觉不到我的屁股了？对，麻木了。对，已经麻木了。你小时候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趣事儿？在农村的时候？很多。像我们村口那边，那天你去不是看到了吗？水井是吧？对，那个水井真的特别神奇，它里边都是活水。你把手伸进去，虽然表层是可能就是有一层它是比较热的，但你手一伸下去，哇，跟冰箱似的。对，所以我们以前我们去偷人家的西瓜，然后我们就跑到那个水井边儿，我就把西瓜放下去，然后西瓜因为它不会沉嘛，它会浮在上面嘛，我们就要人把它按下去，就到那个冰的地方，然后完了我们就在那边玩水，等我们玩的尽兴了，西瓜也差不多冰好了，开始吃冰西瓜。对，那你们有刀吗？我们不用什么刀啊，锤开啊。那水井旁边不是有那种石头嘛，砸开，砸，就直接砸。然后完了，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人人带一个小勺子，就直接挖着吃，还携带了一个小勺子。对呀，那会不会被抓呀？他的那个瓜地种的瓜比较多，丢1-2个他可能就注意不到，但是丢的，我记得有一个夏天是我们连着去偷了4天，偷4个瓜吗？才只4个瓜吗？一次不止是吧？不止4个瓜，对。然后第4天就被他抓到了，然后我靠，快跑！然后我们就是抱着那西瓜撒丫子跑，还抱着瓜跑。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我有个小伙伴把鞋都跑丢了，然后到水井旁边的时候才发现，哎，我鞋呢？吃完西瓜，然后我们骑单车会去那个小河边，就那西瓜皮，我们把它做那个小船，然后就看谁的飘得更快。还有一个就是竹筒饭，你听说过吗？听过，吃过。我们就拿那种竹子，把它砍开，然后把里边洗干净，米放在里边，撒点那调味料什么的，盖上，然后就直接丢在火里边烤。虽然那个时候煮的那种饭都是夹生的，但是真的很快乐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你们家也养了鸡呀、鸭呀之类的，是吧？是啊，前几天赶集的时候，我奶奶还就是买了雏鸡和雏鸭呢，特别可爱。我们家也养了10几只鸡，然后鸡蛋都不用买的。你别说鸡蛋了，我们连蔬菜都是自己家里边种，我们几乎不用去买菜，就除了一些肉啊和那个不是当季的我们没有种的那些蔬菜，我们基本上是可以不用买菜的。那每天吃同样的菜不会觉得腻吗？不腻啊，我妈厨艺好啊，她每天都有各种花样啊，变换各种
方式去炒，然后都是很好吃的。哎，说的我流口水了。那你们是不是鸡肉啊这些都不用买，就自己杀着吃了？这个倒不一定。我们吃鸡肉啊这种还是比较少的，一般就是比如说在南宁那边的亲戚回来了呀，我们会宰只鸡款待他们嘛。然后逢年过节那必杀的呀，他活不了的呀。我也是看到我家鸡被杀也好可怜哦。我妈说，那他到了时间了也就该走了。对，你杀过鸡吗？我没杀过，但是我家鸡都是我妈杀的，因为我爸胆子比较小，我他不敢杀。杀过鸡。你是吗？真的，其实杀鸡真的挺血腥、挺恐怖的。咋杀呀？你抓着那个鸡的那个鸡脖子，不是鸡脚，你不是鸡翅膀吧？不然它会飞呀。鸡翅膀你肯定是这只手先薅着，然后你把它摁好了以后，直接一刀划拉开，然后放血。然后它那个时候会挣扎特别剧烈，所以血会溅，那就特别血腥。我也就杀过2次。我们家过年都是我妈杀，然后让我给它抓住鸡脚，因为它会乱动。对，它会扑棱。对，然后我每次抓都是这样子，好了没？死了没？死了没？在农村啊，避免不了肯定会有一些蛇虫鼠蚁啊。你们家有老鼠啊、蛇啊这些小动物吗？有很多，像是我如果是晚上，我就肚子饿了嘛，那肯定是要去厨房偷偷去吃点宵夜啊什么的。一开门，一只老鼠 ，Hey buddy， 然后我看着，然后它就嘟嘟嘟嘟嘟，就顺着那个通风管，然后它爬上去，就爬进那个厨房后边那个小储物间里边去了。当时给我吓的呀，然后第2天我就跟我妈说啊，有这种事儿。然后她又买来了那个应该是某种可塑材料吧，完了她又把那个堵得死死的了，至此它就不能从那边爬进来了呀。最后问一下，就关于你个人兴趣的，你刚刚也有讲到你其实对语言也比较感兴趣啊。是除了俄语还喜欢别的语言吗？喜欢西班牙语，但是就是no reason 没有原因吗？对，真的，俄语是因为看小说以及听歌，但是西班牙语怎么说出来可能有点好笑，是来源于游戏。对，那会说一点吗？还没学呢。还没开始呢。对，还没开始呢。但俄语会说一点啊？俄语会说几句吗？Istara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Ричард, я много самброшу。说来就来呀，还挺像的耶。虽然我听不懂，但我觉得说的挺像的。你这说了啥呢？你好，我的名字是理查德，然后后面一句是啥意思我忘了。但是真的那个发音感觉还挺不错的，挺像俄罗斯人的。这个的话也是在游戏里边练的。最后啊，就是作为一个17岁的青年，你算是处于一个对未来还不确定的阶段。那你对你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憧憬或者是期望？很难说，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说，因为现在你也看到了疫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让很多事情变得不确定。对，你其实是虽然说你父亲是新西兰人，然后你也在新西兰只住过2年，所以其实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并不多，对吧？是的。以后有没有想过要出国去旅游？是，因为我新西兰那边的奶奶和我爸爸的弟弟，他们都想让我回去，他们都想我了，可能在明年或者后年我就回去看一下。好，今天非常感谢你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农村的童年趣事儿，还有你在中国上学的这些经历。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就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See you next time.